江律师，请问您回国是出于什么原因呢？回答一下吧。听说你回国接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要告红叶集团，是真的吗？江律师，你助学贷的申请时间早就过了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你是真哑巴还是不爱说话？哎，小哑巴，法学系第一名，不会说话，叫声姐姐。大学4年的学费、生活费我全包。这样算了。这一次。拿着。江律师，您对“律政男神”这个标签怎么看？江野，你真的变成了我曾经希望你成为的样子。张律师，张律师，关于4名村污染地改造案，有愿意提供证词的村民疑似受到不明人员威胁，请问您的律所是否有能力为潜在证人提供切实有效的安全保障？在回答之前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：在案件尚未正式进入司法程序之前，作为记者，刻意引导潜在证人放大、紧张负面情绪，是否符合新闻行业的伦理道德？又是否会影响到证人的进一步取证？这是履行媒体监督职责，为弱势群体发声。如果有疑问的话，建议你去查《刑事诉讼法》的62至67条。而不是在这公共场合引导证人暴露自身风险。4名村的听证会还有6天就要开始了，你有没有准备什么吗？需要准备的我都准备好了，不需要准备的我也准备好了。张律师，有什么问题等会儿发布会上再问，大家现在给我过来。张媛姐，你也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和江律师认识？不认识啊，我怎么可能和他认识啊？你先回去吧。啊，江律师，请给我5分钟时间。江律师，请给我5分钟时间。金记者，还真是够拼的。你说，您刚刚提到不该准备的东西，可否给我一个独家报道跟进呢？又或者说，你是否愿意谈谈，人怎么从一个哑巴蜕变成能言善辩的律师？金记者想要独家，哪怕是牺牲现在所有的一切也愿意啊。我只知道，有些事情比饭碗重要，怕就别做，做了就别怕。江律师听说过吗？绝月公寓，今晚10点。这算什么？
金记者不是想要独家吗？来我房间，我妈妈讲的。我以为逃开就能起。看看啊，这就是你的功劳啊！30万的缺口，今天晚上你要不拿下这单的话，明天打你就给我滚蛋！我不想见你。哎，您这车救过您命吧？你少跟我俩打岔。哎，那边的副总李威是不是你大学的校友啊？你看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跟他拉拉关系？万一这个事儿能成了呢？刘总要是看见咱们就这个阵仗去谈上百万的合同，会不会觉得特别接地气啊？我自己去还说不定。算了，你当我没说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自己去，说不定还能挽回一下咱们小破站最后的颜面呢。穿的什么呀？啊，不是你骂谁呢你啊？我这进。老板，红叶集团刘总饭局邀约，今晚8点，锦江饭店。他说想跟您聊聊四明村合作事情。推掉。还有，他还说江城名声在线的人也会去，想当面给你赔罪。刘总这人风评不太好，经常在饭局上灌女宾酒，而且备车。是。哎，怎么一说到这个小记者这么大反应？什么情况？刘总，也有客人找您。进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美院的院花金大美女吗？4年不见，差点没认出来啊！怎么穿的这么廉价？那个，哎，廉价好啊，廉价才能显出我们报社平时就是这么低调啊！李总，认识啊？何止认识，金大小姐当年可是我们院的风云人物，开保时捷上学，拎了包抵普通人1年的工资，周末啊飞巴黎开展，是吧，张元？是啊，有时候教课还去呢。你看我这记性，我都忘了金家4年前就世事无常吗？听说你爸当年是被合伙人给坑了。要我说啊，赵远，要是你当年肯低个头，我们姐妹几个也会帮你的。你现在帮我也行，正好我今天是来找刘总谈合作的。哎，对，我们金记者现在非常的踏实，就连四明村的专题报道都是他一个人自己做的。四明村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昨天不是去采访江晋野江大律师了吗？刘总，您不知道，金昭元当时在我们院可是出了名的慈善家，专门资助小帅哥。对付这种律政男神，那花招可多了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赵元，你现在身上还背着几百万的债吧？真可怜。来，这个菜可不便宜，多吃点。谢谢李总心疼我。正好啊，服务员，把你们这招牌菜都上一遍，记李总账上。
难得江律师大驾光临啊！今天这顿饭，我也算是尽地主之谊。想想江律师回国之后，我们还没好好聚过呢。刘总太客气了。江律师，久仰大名，我是红叶的李薇，你也可以叫我 Vivi。幸会啊，江律师啊，我可是听过你办过的大案子、大场面，咱们江城走出去的，就属你有出息。刘总太过奖了。四明村那点事儿，我觉得没什么必要闹到法庭上去。那块被金氏污染过的地，我们想先安顿好村民，然后再拿过来开发，地尽其用，也算是善举嘛。咱们都是明白人，如果江律师愿意，红叶的法务顾问随时给你留着为止。刘总的好意我心里了。这村民是因为没了家又没安置费，所以才委托的我。你说人都委托我了，我总得对得起这份信任吧？理解，理解。我只是怕江律被人拿当枪用，这闹到最后啊，对大家都不好啊。尤其是有些记者啊，挖新闻，心情可以理解，但法务这块嘛，还是得关注一下。这刘总说的太对了，小金呐，赶快敬江律师一杯酒。昨日采访的时候有何冒犯的话，给您赔个不是啊。江律，我敬你。江律，我敬你。看看，还是小金明白事儿啊啊！招远啊，是不是诚意不太高？要不给江律鞠一个？哎，金小姐不知道我不喝酒吧？另外，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我应该就不会坐在这儿了吧？还有啊，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我们的那个合作还是终止掉吧，不然万一有人查红叶的广告预算影响了某些媒体的发声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谢谢。江律，我还是敬你。我懂了，自己的狗长大了也是会咬人的。哎，小健，哎，这干嘛呀？谁要给你过什么生日？滚啊！滚开！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啊，好像一条狗啊！一句话你都说不清楚，你凭什么缠着我啊？滚！雨落在你没撑伞的季节，淋湿了所有无声的告别。
心事被风吹散成白雪，落在荒芜心田凝结。如果相遇是抛物线，你还是终点，无法逾越。故事写到一半的章节，就让风替我再无声的告别。强律师，您别生气，他这种人吧，哪种人？你又是哪种人啊？刘总，如果你想让村民无条件搬走的话，先过了重新检测这一关再说吧。还有，感谢您的邀约，我可能不太合适，毕竟我接这个案子也不是为了钱，失陪了。哎，张律师啊，很怕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还能活动吗？天哪，天哪！没有错，你们都想害了他。曾经错过的，与我不住的夏，风中轻雨唤醒旧梦啊。回旋的思念悄然落下，多想化作风拂过眼底的牵挂，怎能绕不开翻不过的盛夏，让风替我们抵达远方啊。那句未尽的话，有人听不到。陆冲啊，报告真的很重要，你不能再让我走了。哎，当年的报告是假的，根本没有签钞票，开门了，开门了！我现在实名举报，4名村污染案的数据是造假的，和我父亲的工厂。昨日浮光，今日沉淀，都化作心中心结。曾经错过的，与我不住的夏，风中轻雨唤醒旧梦啊。回旋的思念悄然落下，多想化作风拂过眼底的牵挂，怎能绕不开翻不过的盛夏，让风替我们抵达远方啊。时间在窗外坠落，谁要给你过什么生日？滚啊！一句话你都说不清楚，你凭什么缠住我啊？我在梦里看着自己向上飘，所有人都在往前，我却停在那一年，风经过的声音比哭还清晰，我以为逃开就能清，可逃不过自己。坠落的瞬间，才懂得飞不是方向，是挣脱。我不怕碎，怕没力气重新抬头看光。
买内幕，买内幕一。My name is 江俊岳，有探望子女的权利，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。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、时间由当事人协议。民法典第1098条规定，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The defendant is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。真相无需宣泄，他需要有人为他挺身而出，为他发声。为什么又要走啊？江野，对不起。是江晋也。你这声对不起，是跟现在的我说的，还是跟4年前那个跪在雨里的小哑巴说的呀？如果你看我不顺眼，我明天就可以办理离职。你知道的，我最擅长消失的干干净净。但是4明村的案子，你有资格重新启动检测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求你告诉我，我想知道真相。姐姐，求人要有求人的样子啊！怎么求啊？姐姐是不是忘了当年怎么教我的呀？还需要我提醒你吗？江野，别这样。别哪样啊？是别提你当年有多么高高在上，还是别让我教你怎么叫人？没招了是吗？只会一走了之的路。苏娜，有事吗？都多久没见了？想着来跟你喝几杯庆祝一下，毕竟我刚帮你谈下一个大项目嘛。这位是金昭元，记者。记者？现在记者都这么拼吗？不过能追到这儿的记者，你是第一个。记者小姐，工作忙完了可以走了吧？苏小姐误会了，我不是来聊工作的。你说呢，宝贝儿？我们是来聊什么的？穿的太多了，让人家误会。这样顺眼多了。苏小姐既然这么关心，那你不妨说说，她胸口的那颗痣是圆的还是长的呀？你答不上来。那或者她喝多了以后喜欢有人哪里啊？金昭元，嘘，你真不要脸。苏小姐半夜穿着睡衣来男同事房间送酒，你又要脸到哪儿去呢？苏娜，帮我把门关上。江晋野，
还什么禁欲律政男神？我看你们就是一对狗男女。以后别想让我投资你的律所。我喝多了喜欢咬人哪儿啊？江爷，江爷，你弄疼我了。你是怎么变？变什么？变得这么能说了是吗？可能是4年前我在雨里跪着对着宿舍门喊了227遍对不起之后，然后就会了。金昭远，这么多年，你哪怕有一次想起过我吗？所有人都在往前，我却停在那一当初学姐给的东西还不够，还有，学姐现在没有什么能教你的了，怎么非要我还？坠落的瞬间，才懂得飞不是方向，是挣脱。我不这样怕最怕美丽可以吗？重新抬头看光。风安这样我还就算清楚，这样还，那我们就好好撒撒，等着。江景，看看，这样对不对？我说了，不用还。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东西，这些钱明天我就安排人打到你账户里。现在算完我欠你的了，该算我这份了。还有这个，你擅自闯入非法区域采集样本，多次违规操作，诱导证人提供证词。这些材料，我如果上诉的话，够你喝一壶的。你跟踪我？还有第2份，婚姻协议，签了的，这是你欠我的。我陪了你4年，我现在要你一天一天的还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也想尝尝那种把人给抛弃到底是什么滋味。江景言，你现在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大律师了，前途一片光明，何必什么呀？何必跟一个养我这么多年又把我给抛弃的主人纠缠？镜面前尘，燃尽余生，你怎么可能懂？现在。金昭元，这个月的生活费怎么还没打呀？我跟刘太太他们打牌输了8万，你赶紧给我转10万过来，今天必须转。你是妈当的？我不管，你是金家的女儿，养我是天经地义的。你要是不给，我就去你们单位闹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不孝女。你妈平时就这么管你要钱啊？怎么你羡慕啊？要不你认她当妈吧，夫妻分你一半。羡慕？那你签了她。不要回头看，存在不里面。
怎么，几年不见，江大律师也玩上包养的游戏了？可惜，你手上的筹码。我一个人下地狱就好了。要么你告我，我认；要么江律师需要什么服务，我随叫随到。最后再见大影片。张媛姐，你回来时小心点。公司那帮人刚才又嚼舌根了，说你当年大小姐脾气，现在落魄了还想攀高枝，还说江律师根本看不上你。他们说的也没错。什么没错？张媛姐，行，我不和你说了。送孩子呢？老板，京招园的债务查清了，他替父亲扛了员工的遣散费担保，还有他收养了个孩子叫星星，说是当年村里因污染被遗弃的。这孩子不会讲话。星星，哎，小朋友，你看那个小朋友，他叫做星星，他很想跟你们两个做朋友，但是呢，他不会说话。你们愿意跟他做朋友吗？愿意，愿意。行，去吧啊。如果离别只是风的试探，请一边在思念里流转。渐行渐远，未曾疏远，是等候再次遇见。若这重逢是最后一段，已是那身后的蔚蓝。春光已是雪落七月，心事随风而远。江野，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？我爸说野是原野的野，在贫瘠的土地也能长出东西。可后来他不在了，我就只剩这个名字了。不会只剩下名字的。为什么帮我？我爸说过，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比饭碗值钱，比如江夜。本来给你铺好了一切，你为什么回来？老板，要不要上去？他不需要。老板，您最近对金小姐是不是有点太狠了？我看着都狠。他当年可比这狠一万倍。他现在得知道，我不是他那个轻易能推开的人。金昭远，你欠我的慢慢还，我欠你的也慢慢还。哎呀，江野同学呀，你命可太好了，有贵人推荐，你呀被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破格录取了，全额奖学金免学费，对方指定要你，条件只有一个，立刻报到。Wondering how can I touch your time on my way to destiny 快撤，得了。When I am facing reality, don't you
来，大家尽兴啊！哈哈哈哈。告诉那个小记者，想签合同可以，今天晚上给他个机会。来，干了！来呀！来。刘总，我敬您。金记者还挺识趣的，不过我们这儿有个规矩，得会玩啊！哈哈，我记得我跟金大小姐当年可是从来都没有输过。今天要是赢了，这广告合同我们当场签。刘总赏脸，我奉陪到底。老板，刚才张总说想留您下次多唱几首歌，我看他对您还挺有意思的。明天行程安排了吗？发了。对了，刚才看到金小姐了，放着您这大佛不找，宁愿去陪刘总那帮人喝酒。在哪儿？三连输，金记者，这下没话说了吧？刚才说好的，请吧。来，我们给金记者鼓鼓掌。刘总，又见面了。江律师啊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刘总又见了哈。坐。我刚才刚巧在楼上开会，然后听说您来了，我就下来打个招呼。你们这是在玩什么呀？江律，刚才说好的三连输，挨个见。在座的各位男士啊，一个一个来，让我们看看金大记者的魅力是否依旧啊？来，来，好，再喝一个，哎呦，还不好意思了。监察员，如果今天江律满意的话，这广告合同我们立刻签。这是还要拉江静野下水？只是要拖我俩下水啊！Open your mind till I'm deep inside. Let me get so lost in you. 小哑巴，你不是经常给自己泡人做模特吗？脱！亲爱的，你还害羞呢？你再敢动他，我让你这辈子都说不出来话。夜太红，
求我放手啊？怎么求啊？林导演，挺狂啊！你爸公司的事儿还得我舅屁事呢，到时候别来求我啊。不准碰他！谢谢，我自己了。刘总，感谢啊，我很满意。这报刊的广告费还是我们律所包了，翻2番，签3年。张律师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举手之劳而已。况且人金小姐表演的那么卖力，咱们如果不表示点什么，是不是显得咱们太不是人了？哦，对，张律师说的对啊，我们今天正要签合同嘛。刚才这不是跟大家搞下气氛吗？既然刘总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再抢刘总的单，是不是显得我太不是人了呀？金小姐，明天记得去红叶把约给签了。不过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一下刘总，就是咱们红叶的人为什么一直拦着我的人不让进村子啊？张律师啊，这听证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刘总啊，您是一点都不着急啊？还有4年前金氏那个案子，表面上看是金建业畏罪跳楼，但是有问题的检测报告出自最先撤资的那几个股东。巧的是，这几个股东恰好跟咱红叶有一定的关系，所以啊，这污染是真。这污染源是什么呢？咱就不知道了。刘总，如果您想让村民搬走的话，还是先过了村民居委会组织法第24条这一关再说。至于您的邀约嘛，我回来也不是为了钱。对了，上周有人往我个人账户里打了一笔咨询费，数额还不小。刘总神通广大，您帮我查查是谁这么大方呗。我和金记者还有个专访，你们继续玩。江继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江金也不是来签合同的，他是来救美的。律师最怕名声，我派个人跟着他们拍点东西，您觉得呢？我以为你爸当年是金建业替他顶包，他才躺在那儿喘气儿。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没犯过错，可是你就有一个毛病，容易被人牵着走。刘总，金昭元天生就爱抢人光，你在他身边，光芒全在他身上。4年前在学校就是这样，你现在不一样了。你现在有人脉，有我，你比他强，不能让他奔跑。这次如果挡不住的话，
你爸的病和名声，恐怕我也爱莫能助了。刘总放心，这一次不会了。江大律师，戏演完了，几年不见，演技见长。那你不应该好好谢谢我呀？是啊，英雄救美是要好好谢。情深如烟，思念满无声，轨迹交织，缘分却无痕。光阴流转，藏不住那份牵挂。岁月无恙，留下无尽的回答。风替我吻过你，在无言的夜里，吻过你眼底曾有过的涟漪。现在。爱是落叶归根，漂泊也为你，一路气息穿心万。风替我吻过你，在无言的夜里，吻过你眼底曾有过的涟漪。签了婚姻协议。爱是落叶归根，漂泊也为你，一路气息穿行万里。江律师刚刚说的无人缘，你给我一个独家，我考虑一下。在无言的夜里，风替我吻过你。哎呀，我今晚上手气可好了，你转给我，我加倍还给你。那3倍还给你。哎呀，我没问题的。哎，你带他去哪儿啊？你欠我的钱呢？蔡律师，从今天开始，星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每个月我会给你转3000块钱赡养费，法律规定的额度，多了没？你翅膀硬了是吧？我养你这么大，你养我？4年前我爸跳楼，你一个人在澳门赌场，后来金家破产了，你是把首饰都卖了，结果全拿来赌，1分钱都没还债。你拿我爸生日，最后3万块钱，付光了自己想办法。你可别骗我，最好里面有钱。哎，我来了。去吧。酒局能挡酒 ，KTV 里能陪唱，现在还能当孩子妈？金小姐，这几年的技能点点的挺全啊。生活所迫嘛，不像江大律师，一路青云直上。真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觉得你能护得住他吗？金昭远，我知道你想发海，你爸那案子你查了4年，查到什么吗？你知道你现在最缺的是什么？缺我。所以，婚姻协议，江静言，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就你最聪明啊？啊？还有一点勇气，风在等我说再见。可我压着脸呼吸，你看，他都觉得我聪明，这是不是啊？
怎么，江大律师想跟我们体会一下底层人的生活？对啊。算了，不想脏了我高定皮鞋。走了。走了啊。我伸手去抓，他笑了一下。拍的不错，李伟，你说江靖野是不是在耍我？刘总，他应该只是……应该。我不要他应该，我要我确定，他是不是以为我拿他没辙啊？李伟，你了解金朝野，你说他有什么优点？有骨气，不肯低头。优点那是缺点，不肯低头的人都摔死了。他爸就是这样人。人都安排了吗5个村民，那晚再加5000。5个，5个够干什么啊？再加10个，他江靖也不是要当一个正义律师。李伟，你说我是不是太紧张了？刘总，您只是太在乎这片地了。太在乎这片地了，对，太在乎了。这块地我已经等了4年了。张媛姐，您快看手机，热搜上江律师报的是你吗？我找曾静野。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，你跟他说金昭媛找他。江律师您好，这里有位叫金昭媛的女士找您，没有预约。金女士，江律师说不认识您。你跟他说我是他客户。哦，江律师，这位女士她说她是您的客户。哦，江律师说律所客户有专门的对接渠道，请问您是哪个案子的当事人？同学，我是他同学。哦，江律师，不好意思啊，又打扰您了。这位女士她说她是您的同学，江律师说，美院同学太多了，不记得您是哪一位。学姐啊，当初在学校我叫他叫我学姐的。江律师，他说她是您学姐，当年在学校您叫她学姐。江律师说，学姐可以在校友会上见。哈，金昭媛，未婚妻。江律师，他说他叫金昭媛，她是您的未婚妻。金女士这边请，金女士这边请，江律在会议室等您。真是未婚妻啊！
Sorry。江靖野，那些照片如果对你有影响，我可以解释。民法典第1098条规定，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例：一、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；二、有抚养、教育、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；三、未患有医学上认定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；四、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犯罪记录；五、年满30周岁。金昭远，请问你符合几条啊？江律师功课做的真详细啊！看来网上这些照片也不是意外了。还记得我给你的选择题吗？我的名誉损失费、潜在客户流失、品牌修复，这些都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，总得有人赔吧。喂，张远，有位姓江的先生派人把债都还清了，妈就知道你有这个本事，趁着他现在对你有兴趣，你多捞一点儿。妈看中个翡翠的镯子，你找他再借个10万，我。臭人！臭人！昨天就是这个律师事务所的江大律师在金尊会所，他包小姐，搁那儿亲，老张都拍着证据了，都拍到证据了是吧？出来！什么律师？嘴上说帮我们告开发商，背地里收黑心钱，同流合污。就他，真他妈出来！跟你说别扔了。扔了真是。退后3步，否则以妨碍公务报警。报警，以扰乱社会治安、诽谤罪立案。立案？他还敢立案？就是老张拍的，你有在金尊会所门口抱小姐的证据，你还敢立案？他就是查你说当命不当命。我们有证据。你们这些律师就会拿我们村民当筹码，你们坑了我们多少次，心里没数吗？就是拉不大棚耍。照片给我看。照片拍摄于昨晚9点47分，地点金尊会所。昨晚我的确在金尊会所，但是我在碧海厅与上市公司的3位领导正在开会，我这有会议记录呢。还有你，是叫阿强对吧？你父亲3年前因信了某位律师的承诺，带头签了同意搬迁，结果被吃了补偿款，到现在还在上诉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知道你们被骗了很多次，被吃了补偿款，被口头承诺耗尽了信任，但是我不给你们承诺，我用证据。这是真的！去你妈的！什么证据？白天你当律师，晚上你抱小姐，你还跟我们说证据？对，我看你就是小白脸子，没好心眼子。对，小白脸子，就是。老公，这张照片拍的也太丑了吧！我腿有这么短吗？我腰有这么粗吗？还有这衣服。给我拍成拼夕夕款了都！大叔，你要造谣之前，你好歹打听打听啊！你知不知道我们要结婚了呀？这才叫冷好吗？昨晚我在会所开会到凌晨3点，出来的时候我那腿我都站麻了，我老公就过来，他就这么扶了我一下，就这么扶了一下，被你们怎么着？造谣成什么？造谣成搂小姐，老公，你说句话，你看他们呀！你不说是吧？你不说，我替你说。伯伯，我老公平时熬夜查案子，熬得胃都出血了，住院了。那时候你们在哪儿啊？为了4明村的案子，
1分钱律师费都没收，自己搭了10几万的检测费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老公我就说了，你就不该管这事儿。你说你付出这么多图什么呀？热心市民江先生了都。老公，以后不管了，咱回家，大不了我养你行不行？不行，是不是有媒体在？是不是有媒体在？媒体在是吧？来，我来问问大家，律师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对，声誉，声誉是不是？那你看看一个个的造谣诽谤罪是吧？聚众扰乱社会治安罪，还有什么损害商业名誉罪？我老公时间损失费、精神损失费，还有我被造成小姐的名誉损伤费，你说这加起来够立案了吧？是不是，陈助理？诉讼标的额的话，100万，不够吧？不够咱们再加，你看行不行？100万，对。哎，刚才你叫的也挺欢的，你们看怎么样？不行我一起告啊！哎，别走啊，老公，你看看他们呀！天都想讲。看什么？没见过美女演戏啊？金昭远，那你倒是挺会演的，我差点就信了。江大律师不是挺厉害的吗？人家都欺负到家门口了，就站着挨打啊！习惯了。没事，你也看到了，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。白天在法庭上装体面，晚上在会所陪领导喝酒，被人骂是骗子，是不是和某人同名？其实你可以不接这种案子的。不接？不接怎么能扳倒那些恶霸？不接怎么能查清楚的？查什么？没什么。金昭远，我不再是那个4年前只需要被你保护的小哑巴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了不再被人轻易抛弃。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只能往前走了。陈默，宋金小姐从后门出。是。未婚妻怎么可能呢？要么是演给我们看的，要么就是当姐夫了。你说哪种啊？不管是哪种，孤狼难抓，护食的狼，你一动他的食，他就乱了。你最近想的比以前多了。周宇不是快回来了吗？他心里应该还有金兆元吧？护食的狼，你说的是江晋野还是你自己啊？哎，刘总，哑巴变律师，他真是人才啊！哼。就是放错了位置。张人姐，星星刚刚试过药了，换了会儿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
辛苦了，路上小心点。星星今天玩什么了？画画了，我看看，这个是谁啊？星星，是星星啊。那这个呢？星星的失语和当年的污染有关，环境诱发了症状。如果能给他一个极度稳定的家，他有可能慢慢恢复。有可能。星星这种情况3个月内没有改善，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寄养环境。已婚家庭优先，你目前的状况一条都不符合。江静野，原来你早就知道。街角咖啡店装进你眼底，混乱中碰到咖啡加了冰。金昭元，你在干什么？语无伦次找着蹩脚话题，大脑空白，忘了该怎么呼吸。朋友圈反复刷你的动态，对话框写了又开，情绪难猜。可以陪你共赴这段经。来，二位靠近点儿，下一下啊。老板，您现在的演技，奥斯卡都欠您做小情人。什么演技啊？村民闹事儿啊，金小姐出来护肤那段，嚯，那一声“老公”叫的，我隔着3条街都听见了。您是怎么做的？计算那么准？村民是真的，闹事也是真的，只不过我没让人拦着而已。高，实在是高，既测试了金小姐对您的心意，又让全江城的知道金小姐是您的人了，一箭双雕啊，老板。你很闲吗？不闲不闲，我就是替您高兴。不过来了个劲敌，他把外甥周宇从美国叫回来了，还高调宣布让周宇当四民村项目的总设计师。那个草包，对，应该是你们原来的校友。您说巧不巧？这周宇都4年没见金小姐了，一回来点名要用的。他答应了吗？王德发那边已经接单了，金小姐那边应该会去。不过老板，您放心吧，金小姐那么聪明。飞车啊，您要去？今晚不是约了环保局李局吃饭吗？聊聊四民村检测的事儿。奖金还要吗？老板，我错了，车已经备好了，您赶紧出发。怎么样？这个规模确实特别大，特别好。看看这露天泳池，我到时候让四民村的村民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天堂。乖，这个天堂确实很好。蛮好的，蛮好的，不错。哥，你们先看看，我还有事儿。
金大小姐，多年不见，怎么更素了？比不上周大设计师啊！这么多年不见，还是如此的光彩照人。哎，你这衣服面料应该是意大利闪耀银河系列吧？哎呦，我前2天在杂志上看到，我还以为是舞台戏剧服，就得你这种艺术家穿。还是你会夸人啊，金昭妍。当年你要是跟了我的话，哎，提当年干什么呀？周大设计师现在的派头倒是让我刮目相看。还有更刮目相看的。你看，四民村改造项目核心区，我亲自设计的宇光艺术中心。周大设计师啊，把村民的房子都推平，建这么大一玻璃房子，哇，周宇，你这个艺术理念真的一如既往的超前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明天带我去现场看看，让我也领略一下周大设计师的艺术抱负。侯爷现在各种防我，拿这个傻子当挡箭牌，说不定能进去。你愿意去？太好了，这样我明天亲自开车接你。哎，不用，你把地址发我自己去就行。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，喝酒，让我见识一下周大设计师的酒量是不是和自己的艺术一样惊人。行。赵岩，赵岩，哎呦！我告诉你，你当年要是跟了我，你至于吗？现在，哎呦，正好。哎，我就是说，当年你爸那个事儿，就缺个明白人。你爸要签了字，至于吗？啊，真不至于。签什么字啊？污染报告。赵岩，你跟我吧，好不好？咱俩在一块儿，我不想你受苦，你要开心的话，这推了，我推重庆，好不好？你喝多了，走吧，走。我没喝。哎呦，你喝多了。没有。先走。赵岩，我真的，我喜欢你，赵岩，咱俩在一块儿行不行？好了，喝多了啊。没事，我没醉，我能走直线，我走给你看啊，你看直不直？有，我能走直线。说了吧，会不开车？会不开车？上车。赵岩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周大设计师，我就是故意的。你站着别动啊，站好了啊。赵岩，你别跟他走。赵岩，你不是送我回？行啊，你等着。好玩吗？他搂你腰，牵你手，在你耳边说悄悄话。金昭妍，好玩吗？江静，我只是什么呀？只是觉得自己没有结婚，只是觉得自己可以用美色去换取新闻，只是觉得我是一个无能的丈夫，需要自己的妻子用身体去赚钱啊！你是不是忘了呀？我们已经结婚了，你是我江继野的妻子啊，你是我在民政局红布前发誓要共度余生的人啊！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呀？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呀？江继野，你听我说。我却停在那一年，风经过的声音比哭还清晰。我以为逃开就江继野，你弄疼我了。我要让你知道
是谁在帮你？是谁在吻你？江青，你到底是谁的太太？江青，你冷静点。江青，你冷静一点。江青，江青，你冷静一点。江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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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。接近周瑜，谁会觉得可能是有机会？只有我才是你的机会。你可以完全信任我吗？我相信你，我一直相信你。你确定？你确定？我们结婚了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也是我的。你说的。我说的。金兆元，欢迎回家。四明村那几个刺头怎么处理的？还剩1户，牢里头有影不起。想办法。哎，队长，你是欺负我！你多大了？金兆元身边那个跟屁虫，他撞我，他开车撞我，撞到了？没撞着，但他威胁我，他当着赵元的面威胁我。赵元明明是喜欢我的，他一回国就来看我，他还夸我设计多好看，他让我送他回家，这不明摆着的吗？你知道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低调啊！你说的那个人长什么样？他今天做了个发型，有刘海，长得还行，哎，但是肯定是没有我帅的啊，舅舅。他就是江晋野那个律师啊？这不可能！晋野，江野，当年那个小哑巴，周元养的那个。我就说呢，怎么那么眼熟？那个话都说不清，被我扒衣服的小哑巴，就他还跟我争招元呢，配吗？配个嘚儿啊！他就是招元养的一条狗。哎，就是现在我在了，招元不可能再多看他一眼。既然他这么深情，那就让他的寻爱之路再谈可惜。舅舅，有我呢，你放心，明天我就约他看项目，我肯定把他搞定。是吧？好好陪陪他。到时候这个项目做成了，这块地由你来设计，到时候他自然就知道谁才是配得上他的。
舅舅，我肯定让昭元知道，对我刮目相看。那江静野那边，让他知道，深情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来安排，让他安安静静的做回哑巴。你也来一点，要不等我手上粘的全是面，是不是？嘿嘿，全整手上了。这是走啊，这个啊，行李你们的，搬回来住哈。那你做什么呢？面条。我来做。哦，懂了。星星，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让爸爸和妈妈像这面一样的，永远的不分开？哎，你真恶心！星星的意思是让我们啊。每一次心动都格外单纯，你的出现点亮了心灯，成了此生难忘的人。后来各自走向旅程，回忆仍在心底反复扎根，那些青涩誓言虽未成真，却成了最美。真让我一个人去啊？嗯，不怕我被他拐跑了？哼，他呀，他除了会画一些玻璃房子，还会干嘛？哦，人家可是国际大奖得主。那是他花钱买的。明白，你一点也不吃醋。哎，那个，就是有事随时联系我，我第一时间出去。走了。昭元，你看看，我要在这建一个全玻璃的光影中心，到时候我要第一个邀请你。你不是采样去了，怎么在这儿啊？他刚才想拿你手，可以。所以今晚回去你要补偿我。谁啊？看清楚没有？谁？道歉了，走了。道歉就让走了？哎，小人物不值得周大设计师动气，不知道。也是啊。哎，行，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？走吧。走。昭元，敬我们重逢。来，这么巧啊？臭你妈！谁让你进村的？啊，四明村联合委托社，他们让我过来。昭元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种人咱还是离他远点好。原先他装哑巴拨通经，现在能说话，我天天在这评。是啊，一个人从不能说话到能说话，这得经历多少呀？多吃点。可能是遇到想哭的人，哑巴也想说话。心机男，哎，昭元是什么身份？金氏大小姐，她怎么着是多余。你找我来是吵架的。
许久的。哎，吃饭。好嘞，吃鱼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了哈，咱这是人工养殖的鱼吧？我看那菜单上明明写的是四明村水库野生鱼，这拿养殖鱼来替代野生鱼，这属于虚假宣传，消费者能申请3倍赔偿。哎呦，谁跟你说养殖的？啊？嗯，那你怎么证明不是啊？证明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给你去捞，跟我们现在走，现在就捞。我也不知道4年不见怎么了。哎，去拿证了。啊，已经送进了，放心吧。可是这4年，我也偷偷送检过很多次，每一次机构都被收买了，就说欠招标。我这次请的是国外的独立检测机构，不给任何人动手脚的机会。这一次，谁也别想拦着我们。这会儿应该差不多了，我去看看。你有什么事儿，随时电话或联系我。走了。希望周宇再聪明。爸，这曾经都是你的心血。金昭远，你怎么进来？李总，您认识他？当然认识，这就是金建业的女儿，就是当年金市化工厂的金建业。金建业的女儿，她来我们村干什么？我跟你们讲，想当初就是他爸害得我们村臭名远扬，没人敢来投资，也没有收入了。他现在又来干什么？昭远啊，你爸当年做的事，村里人都知道。现在你偷偷摸摸的进来，乡亲们会怎么想？偷偷摸摸的来，肯定是来搞破坏的。让他滚！让他滚！让他走！让他滚！咱村搞让他走！说不定是来毁灭证据的。我不是来搞破坏的，我只是想回来看看。乡亲们，我们虽然是老同学，我也心疼。但一码归一码，他爸当年排放超标，导致水质污染，所有的商业地产开发商一夜撤走，我们村一蹶不振。乡亲们这么多年受的委屈，算什么？真的是这样吗？我想知道真相。真相就是你爸害了全村人。超远，接受现实吧。乡亲们，让他滚！滚！干嘛？都围着干什么呀？周宇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得证明一下呀，我们村的鱼绝对纯天然。你看这鱼多大？周宇，这鱼是水库里的啊，纯天然，绝对没有污染。不可能啊！这水库铅超标，鱼根本活不了。就算是活了，它也长不大。李总，你不是说水库铅超标吗？如果铅超标，鱼长不大，那份报告是假的，水库里面根本就没有污染。这么多年了，水质可能早就恢复了。铅不是有机物，它不能自己消失啊。那份报告是假的，当初水库就没有污染。
金昭元，你一个记者，你懂什么？报告是假的，水里面没有铅超标。你们谁来回答我？如果铅超标，这鱼能长这么大吗？能吗？各位，脑子呀笨得流油啊！超没超标，拿去检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成鱼，说错了，科学问题科学解答，是吧？喂，金昭元，现在已经不是在学校，不是你会挥手就能替你冲的年代。你以为你还能像以前一样目中无人、呼风唤雨？别挣扎了，你输定了，你那个爸也输定。这么多年的累，我根本就没有比过，哪里来的输？乡亲们，他就是来替他爸翻案的。你要是信了他，赔偿款全泡汤。就知道没安好心，没了地也会没。那可不行！还愣着干什么？他给我赶出村子！找他！让开！夜太红，我差点忘了呼吸。梦太深，我差点不敢醒。怎么样？张律师，这真快。怎么判了金主吃亏？金昭元，你当年包养他的事情，还以为没人知道呢。这个穷小子，一个富家女，供了他吃，供了他穿，供他上学，现在他回来了，替你翻案。你们俩这算盘真够响。乡亲们，一个被包养的小白脸，一个要翻案的大小姐，他们拿出来的证据，可信吗？不过是肉体交易换来的几张纸罢了。真脏啊！谁跟谁？你就胡说了吧？李总，您刚才说我是被包养的，那您有证据吗？李总，您刚才说我是被包养的，那您有证据吗？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我可以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42条追究您的法律责任。乡亲们，是你们让我来调查四民村污染案的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姜律师是来法律援助我们的。哎，李总，你听，我代表的是四民村的村民。乡亲们，这个是欧洲来的第三方检测公司最新出具的报告，他会告诉你们到底有没有污染，到底谁在说谎。我想有些人要多睡几天不安稳的觉了。听证会见。等一下，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太太金昭元，合法的。所以李总，您刚才说的包养一词，我劝您还是收回，不然这诽谤罪、侮辱罪、伪造检测报告、捏造污染事实、骗取征地补偿，这些加起来能够判多少年？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结婚了？结婚了？啊，你感兴趣啊？想喝喜酒啊？那回头我让我太太时间地点发给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做客。周宇，谢谢你的雨。什么？
快结婚，那我为啥也不？你拿钱，我这江金爷，怎么了？你今天太帅了。我知道。我想去个地方。我爸没有错，是你们造小害了他。天哪！妈，是你害了我。状元，爸没事，都解决了，就是换个地方出差。这卡里的钱你拿着，出国读书，先别回来。不要，那很对不起。傻孩子，听话，爸就是出趟差。这次说再见，真的就不会再爸，你说都解决了，骗子！你跟我说出远门儿，去哪儿啊？天堂吗？经过的风雨，如今都不重要。金建业，骗子！就不能等我长大吗？还有江静爷，你也是个傻子。梦想也不再动摇，好想念你，想念你的。将军爷，我在。对称男神，大律师，你为什么回来啊？为什么招惹我啊？爸，我是扫把星。谁沾上我，谁倒霉的。我爸沾上了，没了。我妈沾上了，毒疯了。星星沾上我，被扔了。你呢？你为什么回来呀？你为什么呀？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，小哑巴！小哑巴，你说话什么呀？傻子！你的。你才不是什么扫把星呢。那是什么？你是我的命。Once more, I need you, no doubt. I'll be sad of you.
我靠！小吴，赵妍姐，我刚把星星哄睡就出来了，你们回去小声点啊，别把他吵醒了。说完了。星星，你是做噩梦了是不是啊？没事啊，星星，噩梦。哦，好，叔叔跟你讲啊，走，喂，是不是讲这个呀？嗯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是吗？哎哈，从前呢，有一只小兔子，它叫做星星。它很小的时候，家就被一场大风给刮没了。星星兔子在雨里发抖的时候，路过一个姐姐，她把兔子抱起来，用外套包住它，说：“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”再后来呢，那个姐姐变成了妈妈，她给小兔子做饭、洗衣服，陪它看病，教它画画。小兔子不记得那场大风了，但是它记得妈妈的手很温暖。后来呢，家里又来了一个人，那个人不会讲故事，也不会哄小兔子睡觉，他只会站在远远的地方，等着兔子愿意叫他爸爸。睡着了他。国外的检测报告，他们已经拿到了。当年的那些旧账，他们也快翻出来了。你爸当年经手的那些事情，你也是知道的。你爸爸在疗养院躺了这么多年，也醒不了，也说不了话哦。有时候物尽其用也是一种选择，你说呢？他们说水里没有铅，对，是没有，可是有别的呀。到底谁拍的，还用我说吗？这是你的选择。你爸爸一个人下了水，把事揽了，总比我们都下水要强啊。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，我一直都是看好你的。下个月你父亲的疗养费就看你了。听说了吗？四明村的村民在那儿闹呢。说姜律师接这个案子啊，是为了给某人他爸洗白，可不是嘛，到处说自己是姜太太，连个专访都搞不到，倒贴啊！跟我过来。招远呐，这做人呐，一定要实在。
你既然跟江律师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就不要满世界的说大话。我们报社还指的这些广告费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你说你一个女人，自己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，这江律师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不是我们世界的人，你就别多想，好好工作就完了。金记者，这说好的专访一直让嘉宾在外边等着，不合适吧？江律师，哎，不是专访。哎呦，王主编，我看您刚才正教育我，做人要实在，我觉得您说挺对的，没好意思打断。哎，是。这专访间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里面请。江律师，里边请，江律师。江律师您好，我是今天对您进行专访的记者金昭元。那么今天非常有幸能邀请到您，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去接触4名村的这个案件呢？有人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你说。他说希望世界和平。我现在想起来，好像确实有点道理。4名村的村民可能被一个谎言给困了10几年。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个村子，村口有棵老槐树。有人说这树病了，会倒，会砸死人。村子里的人哭着背井离乡。到后来呢，又有一个人拿着尺子量了这块地，说这地归他。可是没人知道，这树其实只是被人下药了，很快它就能自愈。真正的救世主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。命运要把握到自己手里。4名村永远是大家的家。江律师说的是真的吗？他说他从来没病过。那么下一个问题想问您，为什么决定接下4名村这个案件？那么下一个问题想问您，为什么决定接下4名村这个案件？有人跟我说过，说这世界上有些东西比饭碗更重要，我想试试。还有人问我，他说你接这个案子到底值不值得？我想说，有些仗我必须打，有些人我也必须护。我和我的太太，谢谢大家的等待。一切结论，我们周一庭审会见。等等，江律师居然结婚了！真是结婚？是跟那位女记者？是金建业的女儿吗？就是啊。哎，他说我们不要搬家了耶！真的吗？不要搬家了！不要搬家了！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听听，哎，不要搬家。你故意的。故意的。据了解，这名自闭儿童，其生母正是当年4名村污染案的举报人之一，而收养他的正是当年金氏集团的独女。是否存在以收养掩盖真相的动机，目前仍在调查中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处理的。你爸死了，你怎么还活着？你这个女人！4名村的罪人，这里不欢迎你。绿雪那边怎么说啊？哦，还在调查，还没有一个定论。没事的。妈妈没事儿。4名村污染土地改造案正计核查听证会
现在开始，请申请人代理律师发表举证意见。主持人、检察官、各位听证员，大家好。本案核心举证一共有3组：第一，当年原始检测台账证明报告数据有篡改和伪造的痕迹；第二，我方委托国际 ISO 17025资深实验室出的独立检测报告。四明村水质的确存在重金属超标，但是其元素与金石化工厂的排放物完全不匹配。第三方检测机构与涉案企业的资金来往，证明当年的检测报告为有偿出具。污染的确属实，但是污染源并非是金石化工厂，是谁？报告上有指得很清楚。胡说，他就是金家请来的。胡说，他就是金家请来的。那报告都是假的。我家娃铅中毒说不了话，全是金家祸害的。对，主持人，我们村民代表申请暂停这个江晋野的辩护权利。我实名举报江晋野收受金昭元的不正当利益，违规代理。主持人，举报材料已上交，根据程序规定，涉案律师应该被暂停参与本次听证会，等待核查。经合议对江野律师的实名举报，需及时核查，现决定暂停本案代理职责，退出代理席，等候调查处理。各位，你们可以暂停我的代理资格，但是暂停不了真相。稳了。主持人，申请人无代理律师，我方请求。听证会未强制要求委托代理，当事人可自行陈述举证。程序继续。我是村民代表金昭元，我父亲金建业也是。4年前，我父亲发现思明村的水质有问题，第一时间主动掏钱为村民安装净水设备，掏钱进行检测。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：做生意可以亏钱，但不能亏良心。后来他被逼跳楼，所有人都跟我说他是畏罪自杀，我不信。我查了4年，67次检测，我面对的是被赶出村子，被截停样本，被质疑，被骂，但是我没有停，我为的就是这份良心。你们说江律师收受利益，可他明知道接下这份案子会得罪人，会丢客户，会被排挤，可他依然接了下来，为的从来都不是钱，是良心。这份良心，你们谁有？妈妈不哭，妈妈不哭，妈妈。
妈妈不哭。这孩子会说话呀？不是说污染害的不能说话吗？那当年的报告有问题啊！老李那边可以给他留口气，又不能说话，又得活着，才是能看到他的孝心。主持人，我请求补充提交关键性证据。请说明证据内容。这里面是原始的真实检测数据，伪造证据的资金流水，还有涉案人员的沟通。当年的报告是伪造的，金杰也是被冤枉的，我也参与其中。李伟，你疯了吗？知道你在说什么了吗？知道了，我在陈述真相。这动作哈掉。你说的对，本来就没有输赢。肃静，证据接收登记，听证程序终止，涉案线索移送执法机关。爸，你看这片地还是那么绿，它很好，村里的人也很好。我种的那棵树也还在呢。爸，你的清白我还给你了。这是倾城一番篇章，回忆各自离去散场。爸，这是星星，他不爱说话，但是他什么都懂。你还记得吗？这是江静野，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哑巴，我总欺负他那个。他现在可厉害了，是个大律师，谁都怕他呢。爸，我记得您之前总说，张元，你太横了，以后没有人敢要你。现在有了，而且他也挺横的。爸，有他在，我就还是那个敢做敢当、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头。因为他接棒了，他给我底气来了。金叔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两个的。爸，啊！小哑巴，你以后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啊？可能会变得强生流氓。哎，说不准你还能成为一个大律师呢。到时候你就买一个特别大的房子。我要是到时候落魄了，我就去吃你的、喝你的、住你，行不行？我的就是你的。学姐，我啊，我的心愿是
世界和平。心事随风而远。怎能绕不开翻不过的盛夏，让风替我们抵达远方啊！那句未尽的话，无人听过它。1号这边啊！我不好意思啊，来一个。完了啊！再来一个。我要把这两人吻在了一起，就是这边来的主要是我的要人，我生怕我抓不住他这个车门呢。就那个脚。皇上，这眼神给我。对，原来玩这么花，对，门一关，你就这关。终于暴击2。谢谢你的鱼。来停，就这儿，可以了吧？哎，回去。这